这案子当时在燕赵大地影响很大，还上了新闻。不过今天我们来扒一下案件背后一件很诡异的内幕。那阵子，警察老蔡被抽调到临县去查一个案子。大早上的赶到当地，觉得有些饿，就进了一个早餐店去吃饭。他和同事2个人正埋头吃饭呢，马路对面传来的一阵谈话声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老板，订了棺材能送吧？能啊。哪个村啊？就城西庄张春来家，得订3个呢。之所以引起他们的注意，是因为这个张春来正是老蔡要来接手的这桩灭门案的死者。等等，张春来？听到这个名字，同样惊讶的还有棺材店的老板，声音几乎提高了8度。他是一家3口吧？2天前就有人订好了，钱都付了。你说啥？老蔡看到那是一个40来岁的中年男人，正在对面的棺材铺门口和老板交谈着。这咋可能啊？人是昨晚刚没的，咋前2天就订好了？谁订的呀？这还能骗人咋的？而这2人的谈话内容也够惊悚的。刘，你结下账啊，我去看看。老蔡和同事听到这里也傻了，对视一眼后，顾不得再去吃饭，老蔡起身朝着那边走去。你别问了。总之啊，就是有人订好了，明儿一早就给送家去。那行吧。你好，同志，我是市区来的警察，负责经办张春来一家的案子。老蔡来到面前，掏出警官证让他们看了看，便询问起了这个案子。粽子糯米鸡也挺顶啊，我感觉我吃不下，天气太热了。可一件随便的对话竟招来了警察，这2个人都有些紧张。方才你说有人2天前就订好了棺材，是什么人呢？我可是清白的呀。我倒是能说说，就怕没人信啊。老蔡看出2个人不像有问题的，安抚了几句。那棺材店的老板才讲起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件事情。这事儿啊，发生在2天前，而这件事的离奇程度绝不亚于影视剧。原来前几天有个算命的瞎子，在棺材铺大门不远处摆摊算卦。我说先生，算命咋算呢？那天上午，张春来夫妇应该是进城赶集，2人路过这里，注意到了这个算命的。姓名，生辰八字，50块钱，算不准呢，不收钱。这张春来应该也是个迷信的人，就上前去打算问问运势。行，俺们算上一卦。算命的瞎子听到有生意上门，自然也是笑脸相迎。俺叫张春来，1974年8月14日生的。您看一下。这本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，也就附近几个看热闹的摊主时不时的往这边看了一下。可奇就奇在那算命先生要过了张春来的八字后，数着指头念叨起来。但念了一会儿，就见那瞎子突然慌张起来，似乎浑身都在哆嗦。你们走吧，算不了了。接着他也不说原因，竟开始撵张春来夫妇，让他们马上走。你这小子刚才还能算，咋又不算了呢？听到这里，
张春来夫妇有些气愤，就提高了声调和瞎子理论。哎呦，算不了，快走吧！真是的，糊弄人玩的，你这是！他们这一吵，引起了集市上很多人的注意。当时这棺材店老板也看到了，可不想张春来夫妇刚转身想走，那瞎子又掐算起来。等等！算了片刻之后，把他们又叫住。咋样？接下来的一段话，当时附近很多人都听到了。你家里养狗了吧？这几天夜里把狗给拴好，拴在正门上，睡前把门窗都给插好了。按照我说的办，2天后你来这里，我不收钱，白送你们一卦。还有，晚上睡觉啊，警醒着点。咱们说过，这张春来有些迷信，瞎子装得又高深，这一卦又不要钱。行，俺们记下了。听到这话，也算说也有点害怕的互相看了看，知道这瞎子肯定是算出了什么。记着，千万按照我说的做。两口子买了点东西就匆匆走了。看到一切的棺材店老板刚开始也没觉得怎么样。那位刘布，你是做棺材的吧？过来说点事儿。眼看也到中午头，这老板正打算穿过集市回家吃饭。叫我呀，却不想被那算命的瞎子给叫住了。这些钱你先拿着，打3口棺材。这老板正纳闷呢，却见那算命的递过来一叠红票。2天后要是用不上，瞎子我上门知会你一声，到时候你烧了它。一开始这老板也没敢接，有生意是好事，可是自己这生意特殊，要是用得上，自有人会来定，给他便是。特别是听了那算命先生的话，就更加纳闷了。哎呦，希望这家呀能躲过这一劫吧。他那时心里就升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，果然今天应验了。还有这事儿啊！听着棺材店老板讲完，警察老蔡不淡定了，他可不相信什么未卜先知的事。小刘，走去派出所。忙跟同事一起赶到了县城派出所，本打算找到那算命的，看看是不是一条破案的线索。可是没想到，刚出派出所，刚出派出所，案子就破了，有人来自首了。当然并不是那个算命先生，而是一个刚刚成年的男孩。经过询问，这个男孩之所以对张春来一家痛下杀手，原因便是之前他与张春来的闺女谈过对象，被张春来夫妇发现。毕竟闺女还小，抓了个现行后，情绪激动的张春来把这小子打了一顿，并且不允许闺女和他再联系。这个男孩也不知哪里来的邪火，后半夜趁张春来一家熟睡，翻墙潜入院中，将这一家3口全都杀害了。至于算命先生所说的那条狗，据街坊邻居说，张春来夫妇确实按照瞎子所说的，将狗拴在了大门口。这2天都是好好的，可就在那天夜里事发时，村里好多户人家的狗连同张春来家的一并被偷狗贼给偷走了。要知道，凶手刚刚成年且身形瘦弱，要是狗能叫上一声，张春来一家怎么也不可能被这么一个小男孩灭了门。欢迎收听枪爷译文录之护林员。
这事儿发生在2015年，当时在我们那儿传得相当邪乎。老张叔，老张！那些年搞封山育林，村里安排了老张当护林员，每天早晚上山巡逻一次，1个月给1200块钱，也算是个挺好的差事。恭喜鸳鸯老婆分台升为9级啦！恭喜恭喜！老张啊！可是有那么一天，老张下午上了山，就整整1个晚上没有回来。家里人一嚷嚷，全村都动了起来。第2天一大早就全部上山去寻找。快，大伙儿，他在这儿呢，快来啊！这一找，直到快中午了，才在山坳的土地庙里找到了他。张叔！不过那时候老张正倒在土地庙门口，处于昏迷状态。张建忠，喂，醒醒呀！大伙儿这又是掐人中，又是喷凉水的，才总算把他给弄醒。你这是咋地了呀？咋了呀？咋地了？你咋躺这儿了呀？全村找你都找一宿了。大伙儿全都松了口气。可醒来之后，老张一脸虚弱，目光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众人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咋在这儿呢？老周呢？说了半天的话，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，这才开口叫了一句：老周？哪个老周啊？刚开始这大伙儿被他弄得有点懵。周胜利呀！可等他说完了，村里人都有些脊背发凉。老周，你不是我昨天晚上，当然也同时弄明白了整事儿的来龙去脉。原来老张自从当了护林员以来，十分的认真负责，每天吃了饭就上山转悠。昨天他一如既往的一直转悠到傍晚，直到天色暗了下来，他才准备下山回家吃饭。不过老张这人有个坏毛病，烟瘾比较大，但巡山的时候不能抽烟，从山里出来后早就憋不住了，便从路边的草丛里翻出自己藏的烟和打火机，点上了一根，打算边抽边往村里走。这时又有些尿急，他就钻了路旁的小树林去方便一下。可正是这么个时候，老张突然听见身后传出一阵沙沙的声息，扭头一看，只见有个人正顺着山路朝着山里的方向走，上面明文规定，凡是有人进山必须喝茶，严禁带打火机进去。老张碰见了就得问上一下：干嘛去啊？那人停下脚步，微微侧了一下头，瞥了老张一眼：嘛去啊，老周，都这个点了，往山里跑啥呀？虽然天黑了，看得不是很清楚，但仅仅是这半张侧脸，老张就认出这人是村里的周胜利，跟他从小玩到大几十年的老哥们了。你这家伙咋地了呀？咋话都不接？咋样？被婆娘训了？可是谁成想，这老周根本不理会他，只是瞥了他一眼，便转过头去，耷拉着脑袋，埋头往山里的方向走。老周！这就奇怪了，先不说这带不带火种，就这不理人的态度，就让老张有些不放心。周胜利，上哪儿啊去？你这是！老张也顾不得撒尿，一边系腰带，一边朝着老周追去。你等等呀！到底咋了嘛？可是不管他怎么追怎么喊，对方
都不予理会，只顾埋头赶路，始终和老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老周！老周好像一直在慢腾腾地走，但自己这都跑起来了，可怎么就是追不上他呢？哎呀，老小子，你疯了吧你这是！就这么一追一赶，老张追着老周上了山。这时老张发现山林里不知不觉间似乎起雾了，而此时前方的老周终于停了下来，因为天色已晚，看不清，只能看到老周站在那里，冲着老张不断的挥手，像是示意老张别追了。奶奶的，这么晚了进山，你是打算喂猫豹子去啊？只是老周的动作十分的奇怪，一举一动十分僵硬。见此，老张忍不住开始骂骂咧咧，同时接着往前追，而老周却转过身去，接着往山里赶。喵的，中邪了吧你！老张上气不接下气地追着，山里的雾气也越来越浓。可就在这时，老张突然发现，在老周前方隐约出现一座小庙，而老周的身影径直地来到了小庙前，停在那里，回头看了看老张，又冲着他挥了挥手，随后一弯腰便钻进了小庙里。这一幕让老张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儿，但追了一路，怎么也得上去看看。于是他也紧随着跟了上去。可后面的事情就比较奇怪了，明明看见老周钻进了小庙里，此时小庙里却是空荡荡的，根本看不到他的身影，只能看到庙里土地公栩栩如生的神像面朝着他，正一脸慈祥地看着他。老张彻底傻眼了，这小庙一共巴掌大的地方，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凭空消失了呢？难道……老张这时也反应过来有些不对，莫名的他的身体打了个寒战，便又向那个神像看过去。神像还是那么坐着一动不动，可是老张却感觉这神像好像活了过来，而且慈祥的表情不见了，面带平静地看着自己。老张刚想叫，却发不出声音，眼前也是越来越模糊，慢慢的就没了知觉。讲完这一切，老张看着大伙儿，样子就像要从众人口中得知一个答案。老周他不会是……看着大伙儿那欲言又止的样子，老张心头的那种不好预感是越来越重了。回村吧，回村你就都知道了。被大伙儿扶回了村，他的答案也就有了。因为刚进村就看到了老周家在办丧事。就在昨天下午，老周下地干活，突发心梗去世了。不过老张那时在山上并不知道。